小朋友们和家长们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小园艺角落。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个特别的话题，适合儿童参与的蔬菜种植项目。种植蔬菜不仅能让孩子们学到很多自然界的知识，还能增加甜的乐趣，让孩子们从小培养爱护环境的好习惯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探索如何让蔬菜种植既教育又好玩吧，开始我们的种植之旅。首先，选择合适的蔬菜是非常重要的。对于小小园丁来说，一些生长周期短、容易照料的蔬菜是最好的选择。例如西红柿，色彩鲜艳，看着就让人心情愉快，而且容易种植。2萝卜，从种子到成熟只需几周时间，非常适合孩子们观察植物生长的全过程。生菜，生长迅速，几乎可以在任何时候播种，非常适合初学者。想要让蔬菜种植对孩子们来说更加有趣和教育意义满满，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的创意和互动环节。以下是一些可以让种植活动更加生动有趣的建议。创造性的种植方法。种植容器，使用回收材料如旧瓶子、罐头盒、旧玩具车等作为种植容器，这不仅能教会孩子们资源回收的重要性，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利用种植容器是将环保意识和创造力融入园艺活动的绝妙方式。这不仅能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实践的平台，让他们了解如何重新利用和转化日常物品，还能激发他们的想象力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种植空间。下面是一些创意拓展，让种植容器活动更加丰富和有趣。创意种植容器设定不同的主题，比如童话花园、外星植物区或小小科学家实验室。孩子们可以根据主题来选择和装饰他们的容器，甚至为每个蔬菜创造背景故事，增加种植的趣味性。家庭园艺挑战，举办一个家庭内部的园艺挑战，每个家庭成员使用回收材料制作独特的种植容器，并选择一种蔬菜进行种植。设定一个时间点进行成果展示，评选出最创意、最美观或最健康植株的容器。科学角度探索不同材料对植物生长的影响，比如透明的塑料瓶能让光线通过，可能对某些植物的生长更有利，而金属罐可能会在阳光下加热，对植物的生长产生不同的影响。记录和讨论这些观察结果，可以增加活动的教育价值。艺术展示，将完成的种植容器作为一个艺术项目进行展示，可以在家里安排一个特别的展览区域，或者在社区中心、学校等公共场所举办小型展览。这不仅是对孩子们努力的认可，也能鼓励社区内更多的家庭参与到环保和园艺活动中来。互动学习日，组织一个互动学习日，邀请其他家庭一起分享他们的种植容器和园艺经验。这样的活动不仅能促进社区的交流，还能让孩子们从中学习到不同的种植技巧和创意想法。树植花园，如果空间有限，可以尝试制作树植花园。使用挂墙带或制作多层架子，不仅节省空间，也是一个很好的视觉焦点。制作树植花园是解决空间限制的同时，为家庭增添一抹绿意和美观的绝佳方式。树植花园不仅适用于室内外的任何小空间，还能成为吸引孩子们参与园艺活动的视觉焦点。以下是一些创意方法和活动建议，让制作和维护树植花园成为有趣的家庭项目。创意方法：回收物品创意利用，鼓励孩子们寻找家中可回收的物品作为树植花园的容器，如旧鞋架、塑料瓶、木箱等。这样不仅能教会孩子们资源再利用的重要性，还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制作可移动的树植花园，在有轮子的架子上制作树植花园，这样可以根据太阳光的变化轻松移动花园，保证植物得到充足的光照。活动建议：植物选择和布局设计，与孩子们一起研究哪些植物适合在树植空间生长，如各种蔬菜、香草和观赏植物。让孩子们参与到植物布局设计中，考虑植物的光照和水分需求，以及如何将颜色和纹理搭配得更美观。管理孩子们为树植花园创建一个观察日记，记录植物的生长情况、遇到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。这不仅能增强他们的观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，也能让他们照顾植物的过程中。艺术与科学结合，利用树植花园开展艺术和科学活动。例如，可以将植物画成图表，学习植物的生物学特性，
或者使用树植花园进行简单的生态系统实验，观察生态循环如何在小型环境中发生。社区分享和交流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可以将树植花园项目扩展到社区花园，或者在社区新展示并分享各自的树植花园。这样不仅能增强社区的凝聚力，也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参与到园艺活动中来。通过这些活动，树植花园不仅能成为解决空间限制的创新方案，还能成为孩子们学习、探索和创造的平台。这种园艺活动不仅能教给孩子们关于植物的知识，还能培养他们的环保意识、科学思维和艺术感。科学实验，将科学实验融入到蔬菜种植中，不仅可以增加孩子们对园艺活动的兴趣，还能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到生命科学的基本原理。下面是如何进一步拓展这2个科学实验，让孩子们的学习体验更加丰富和有趣。观察根部生长实验的拓展。变量控制实验，在观察根部生长的基础上，可以增加变量控制实验，比如改变水分、光照、温度等条件，观察这些变量如何影响根的生长速度和方向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孩子们可以学习到科学实验的基本方法，包括如何设置对照组和实验组，如何记录和分析数据。根系结构的艺术，将观察到的根系生长过程用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孩子们可以画画、制作立体模型，或者使用数字工具来创作根系的艺术形象。这不仅能够加深他们对根系结构的理解，也能培养他们的艺术创造力。水培蔬菜实验的拓展。在水培蔬菜的基础上，尝试建立一个简单的闭环生态系统，比如结合养鱼和水培植物。鱼的排泄物提供了植物生长所需的养分，而植物则帮助净化水质，为鱼提供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。这样的实验不仅能让孩子们了解生态平衡的概念，还能激发他们对环境保护的兴趣。科学观察工具的使用，引导孩子们使用一些基本的科学观察工具，如放大镜、显微镜观察水培根系的细胞结构，或者使用试纸测量营养液的酸碱度。通过这些实践活动，孩子们不仅能学到更多关于植物生长的科学知识，还能熟悉科学研究的工具和方法。结合科学与数学，生长曲线绘制，鼓励孩子们记录植物的生长高度，并定期测量记录，使用这些数据绘制生长曲线图。这可以让他们学习如何收集数据，如何使用图表表示数据，以及如何分析图表中的趋势，是结合科学和数学学习的绝佳方式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孩子们不仅可以观察和实践植物生长的科学原理，还能学习到如何进行科学实验，如何使用科学工具，以及如何分析数据。这样的科学实验活动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科学素养，还能激发他们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。互动游戏是激发孩子们对园艺兴趣的有趣方式，同时也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合作。下面是如何进一步丰富和扩展这些互动游戏，使它们更加吸引孩子们参与，同时增加教育意义。蔬菜速成挑战的扩展。种植包设计比赛。在蔬菜速成挑战之前，让孩子们设计和装饰自己的种植包，可以是小盆栽或 DIY 的种植容器等。选出最创意的设计作为挑战开始的一个加分项，这不仅能增加孩子们对挑战的期待，也能激发他们的创造力。鼓励孩子们为蔬菜速成挑战制作生长日志，记录植物的每一阶段生长情况，包括生长高度、叶子数量、开花情况等。这不仅是一个观察和记录的练习，也可以作为挑战的一部分。评选出最详细、最有趣的生长日志。寻宝游戏的扩展。园艺知识问答，在寻宝游戏中加入园艺知识问答环节，孩子们必须回答相关的园艺或植物知识问题，才能获得下一个寻宝的线索。这样的设计不仅增加了游戏的挑战性，也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机会。将寻宝游戏与环保主题结合起来，比如寻找可以用作种植容器的回收物品，收集落叶用于堆肥等。这不仅能增加游戏的趣味性，也能让孩子们学习到环保和可持续生活的概念。新的互动游戏想法。植物保卫战游戏，设计一个游戏，让孩子们扮演保护植物免受虫害和病害侵害的角色。可以设定不同的敌人，如虫子玩具、代表病害的标记等，孩子们需要找出对策来保卫他们的植物。这个游戏可以教会孩子们植物保护的基本知识。
设计一个接力赛，其中每个环节都与园艺活动相关，比如土壤搅拌、种子播种、水壶接力等。这个游戏不仅能让孩子们运动起来，也能以团队的形式让他们学习园艺的各个步骤。通过这些互动游戏的扩展和新想法，孩子们可以在游戏中学习到更多关于园艺、植物生长、环保的知识，同时也能享受到与家人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。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增加孩子们对园艺的兴趣，也能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到团队合作和问题解决的技能。艺术创作融入艺术创作的园艺活动是一种极好的方式，让孩子们以创造性和互动性的方式学习关于植物和自然的知识。这些活动不激发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还能增加他们对园艺活动的兴趣。下面是一些方法和想法，可以帮助你进一步拓展蔬菜拼画活动，使它们更加有趣和教育意义深刻。蔬菜印章的扩展，故事创作，鼓励孩子们使用蔬菜印章创作一个与蔬菜相关的故事或漫画。他们可以创作故事中的角色、场景和情节，并用蔬菜印章来插图。这样的活动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艺术创造力，也能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故事构思能力。自制贺卡或装饰品，使用蔬菜印章制作个性化的贺卡、书签或家居装饰品，这可以作为孩子们送给亲朋好友的独特礼物，同时也手工艺和设计的好机会。蔬菜拼画的扩展，自然色彩学习，通过蔬菜拼画引导孩子们观察和学习自然界中的色彩，讨论不同蔬菜的颜色如何影响画面的整体感觉，以及如通过色彩搭配来表达不同的情绪和主题。这能够增强孩子们的色彩感知能力和美术理解能力。多媒体融合艺术，将蔬菜拼画与其他艺术形式结合，如绘画、拼贴或数字艺术作品。孩子们可以实验不同的材料和技术，探索多种表达方式，这将极大地丰富他们的艺术体验。新的艺术创作想法，蔬菜作为乐器，创造出独特的音乐，例如用空心的西葫芦制作风笛，或者将豆类放入塑料瓶中制作摇摇列。这种活动可以让孩子们探索音乐的世界，同时学习如何利用身边的自然材料创造乐趣。植物纹理艺术，探索蔬菜和其他植物的纹理，通过拓印、摩擦画或其他技术捕捉和展现这些自然纹理。这样的活动不仅能够让孩子们仔细观察自然界的细节，也能增加他们对自然美的欣赏能力。通过这些活动，孩子能够学习到关于植物和自然的科学知识，还能在艺术创作中发展他们的创造力和审美能力。这些寓教于乐的活动不仅能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子互动，还能让孩子们对园艺和自然环境产生深厚的兴趣和爱护，让种植更加有趣。扩展亲子合作，让孩子参与到决策过程中，比如选择种植哪种蔬菜，或者是设计蔬菜园的布局。这不仅能增加孩子们的责任感，还能提高他们的创造力。角色扮演，给予孩子特定的园艺角色，比如水分监测员负责检查土壤的湿度，小病虫害侦探负责观察植物是否有病虫害。这样既能让孩子们感到自己在园艺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，也能教会他们更多园艺知识。举行一次家庭内的蔬菜园设计比赛，每个家庭成员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设计方案，最后一起选出最实用或最有创意的方案来实施。这样的活动可以激发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和创意分享。制作标签的创新，和孩子一起制作可爱的蔬菜标签，比如用彩色笔在小木牌上画上蔬菜的图案和名称。这不仅能让蔬菜园看起来更加生动，也是一次很好的手工艺术活动。动态标签，制作可以改变的蔬菜标签，比如使用小黑板或可擦写板，这样孩子们可以根据蔬菜的生长阶段更改上面的信息或画面，使其更加个性化和富有创意。互动标签，创建互动式标签，例如通过扫描标签上的二维码，可以看到该蔬菜种植的小贴士、食谱或是孩子记录的日记和照片。这种方式不仅增加了种植的乐趣，也利用了现代科技与传统园艺的结合。孩子们记录每天蔬菜的生长情况，可以是写日记，也可以是拍照片。这样不仅能锻炼孩子的观察力，还能让他们更加关心自己的小植物。视频日记，
鼓励孩子们制作视频日记，记录蔬菜从播种到成长的全过程。他们可以做旁白解说，介绍他们的观察和感受，甚至可以制作成一个小项目，分享给亲朋好友或在学校展示。将观察日记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，比如通过改变水分、光照条件来观察植物的反应，记录下来并分析结果。这样不仅能增强孩子们的科学素养，还能让他们学会如何系统地观察和记录数据。为了让蔬菜种植变得更加有趣和寓教于乐，我们可以进一步拓展上述活动，引入新的想法和方法，让孩子们的园艺之旅更加多彩和有意义。通过这些更具创意的方法，蔬菜种植不仅能成为一项富有教育意义的活动，也能成为一种让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能享受的乐趣。这些活动不仅能帮助孩子们学到关于植物、环境和科学的知识，还能培养他们的责任感、创造力和团队合作能力。最后，通过参与蔬菜种植，孩子们不仅能学到自然界的奥妙，还能在实践中体会到耕种的乐趣。而这些美好的回忆将会成为他们童年最宝贵的财富之一。让我们一起培养下一代的绿色小使者，开启一段关于成长、学习和发现的美妙旅程吧。记住，种植蔬菜的过程就像是一场冒险，每一步都充满了新奇和乐趣。让我们一起拥抱大自然，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绿色奇迹。